半城风月提上日程，男主暂定成义，女主正在接触杨紫和赵丽颖。半城风月改编自著名作者十四郎的同名小说，该剧是一部另类仙侠剧，不仅有被逼相亲的神女和狄仙，还有内卷不断的师兄妹，更有反常规的人物设定。以往的古装仙侠剧，要么男女主爱的死去活来，要么历经多世轮回。而半城风月这部作品另辟蹊径，以各路神仙的日常趣事为叙事视角，来展现男女主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从剧情设定来看，半城风月属于一部比较接地气的仙侠剧，有望为古装仙侠剧树立新的创作标杆。与此同时，半城风月的主创团队也很强大。目前，半城风月导演已定郭虎，他执导了《沉香如屑》《莲花楼》等多部热门剧集。相信有他的加盟，半城风月肯定质感上佳。除此之外，半城风月的美术老师也很出名，曾负责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美术设计。就连半城风月的编剧刘芳也创作过《大唐荣耀》。如此强大的主创团队，肯定会半城风月这部作品变得耀眼夺目。正是因为半城风月这部作品主创团队豪华，所以很多热门演员都想争取这个项目。目前，该剧导演有意指定程毅担任其男主。毕竟，程毅和郭虎是老相识，两人在《沉香如屑》和《莲花楼》这两部作品中配合默契。这次，郭虎导演继续邀请程毅加盟半城风月，肯定会碰撞出更多有趣的火花。半城风月提上日程，男主暂定成义，女主正在接触杨紫和赵丽颖。说到成义，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拥有多年龙套经验的宝藏演员，可以算是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演员逆袭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大男主。截至目前，程毅无论是古装扮相还是演技表现，都备受观众喜爱，成为了个大制片人争强的对象。这次程毅重磅加盟仙侠剧《半城风月》，肯定会继续为观众带来震撼人心的表演。至于半城风月女主人选，目前剧方正在接触杨紫和赵丽颖。杨紫和赵丽颖都是业内前辈公认的实力派演员，一个在古偶剧和现偶剧领域大放异彩，一个在都市剧和大女主剧中闪闪发光。两人从颜值、气质到演技表现，再到原声台词，都无可挑剔，为观众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比如杨紫的《香蜜沉沉烬如霜》、亲爱的、热爱的余生，请多指教长相思；赵丽颖的《楚乔传》、风吹半夏，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等等。这次无论是杨紫和赵丽颖，肯定都会为《半城风月》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不过，从观众角度来看，杨紫和程毅更有 CP 感，两人已经将沉香夫妇的称号带火了。因此，很多观众都希望程毅和杨紫能够继续二搭《半城风月》。但是，也有部分观众认为赵丽颖实力强大，跟程毅强联手，会带给大家全新的 CP 体验。目前，《半城风月》已经备案，即将迎来开机仪式，大家期待程毅和哪位女演员合作呢？国色芳华杨紫、李现主演，车辆通行证和宫廷布景一览无余。近期国色芳华一经曝光车辆通行证和布景，掀起了广泛关注。这部由杨紫、李现主演的宫斗古装剧，以其引人入胜的剧情和高水准的制作，成为热门话题。随着剧组对古代运输车辆和宫廷布景的披露，观众们纷纷猜测着故事的复杂性和主要人物之间的纠葛。在这片古代大陆的舞台上，一段充满权谋、爱恨与宫廷阴谋的故事即将徐徐展开。让我们一同深入挖掘国色芳华的神秘面纱，一窥其中的精彩纷呈。国色芳华所发生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远古大陆，紧扣贵族女子与卑微王子之间的纷繁爱恨。女主角杨紫饰演一位美丽聪慧的公主，她身负沉重的家族使命，在宫廷斗争中坚毅不屈。男主角李现则出演一位备受冷落的太子，他与宫廷阴谋交织，逐渐成长为一位渴望变法的领导者。这两位主角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权力与爱情的纠葛，最终构建起一段暖心感人的宫廷爱情。杨紫饰演的公主不仅拥有美貌和聪慧，更肩负着家族的使命。她在宫廷斗争中屡次受挫，但坚定不移，
积极面对各种困境。李现饰演的太子则是一个备受忽视的角色，他的成长过程将与宫廷阴谋密不可分。太子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领导力，演绎了一场关于权谋与变革的精彩故事。故事中，宫廷官员将成为整个情节的推动者和主谋，他们的智谋和阴谋将为整个宫殿气氛注入一种令人紧张而危险的氛围。这些角色的出现将在剧情中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最新消息透露，剧组通过车辆通行证向观众展示了一系列古代运输车辆的设计。通行证中展现了大量古董车和轿子，这些精美的设计充分体现出工作人员对细节的极致关照和高超的手艺。而在布景设计方面，剧组亲自操刀设计了皇宫大殿和皇宫后花园等设施，几乎完美地再现了古代宫殿的宏伟和庄严。观众对于这场关于宫廷权谋和爱情的史诗大戏的期待随之升温。国色芳华备受期待，网上对于剧情走向、主要人物的表现以及宫廷阴谋的揭示充满了猜测和期待。观众对杨紫和李现的演技碰撞充满期许，期待他们能为观众呈现出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随着该剧的上线，相信观众将在这部作品中感受到一场恢宏而深刻的古代宫廷剧的魅力。在国色芳华的世界中，权谋与爱情在宫廷的舞台上交织演绎，故事中的人物命运交错，宫廷阴谋愈发显得曲折复杂。车辆通行证的揭晓让我们一窥剧组对古代运输工具的精湛设计，而精心打造的宫殿布景更是将观众带入古代宫廷的宏伟辉煌。随着剧情不断升温，观众对于公主与王子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宫廷官员的智谋策略充满了期待。在这场国色芳华的期待之旅中，每一位观众都将成为故事的见证者。期盼剧中的精彩故事会在你的心中激起涟漪，引发对权谋、爱情的思索。这部宫斗剧不仅仅是一场古装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情感的穿越之旅。杨紫遇到变脸代拍，上一秒妹妹辛苦了，下一秒喊话有病吧。知名女演员杨紫因参加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的行程结束后，遭到一些代拍人员的公然吐槽。代拍们在杨紫离开的瞬间开始抱怨，因为杨紫打着伞走，导致他们无法拍摄到完整的照片。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同时也让人们重新思考了艺人与代拍之间的关系。众多网友对代拍人员公然吐槽杨紫表示无语，认为杨紫作为演员非常辛苦，粉丝们更加理解她的付出。与此同时，也有人对代拍的行为提出质疑，指出他们的目的并不纯粹，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此事件，人们开始思考艺人和代拍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不少艺人都曾遭遇代拍的困扰。肖战在拍摄《梦中的那片海》时，为避免给代拍提供新素材，连续多天穿同一套衣服出镜。杨紫的新剧《长相思》开拍时，代拍们甚至爬到树上进行拍摄。这些事件显示出艺人们对代拍的痛恨和抵制，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抗代拍的存在。艺人受到代拍的困扰，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秩序，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困扰和心理负担。代拍们的存在使得艺人无法正常活动，但他们却很难采取有效的方式来应对这一问题。这种情况下，艺人们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了破坏，也对他们的个人形象和粉丝群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截至目前，此事件并无最新进展。然而，此次事件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思考，人们开始讨论和探索如何正确面对代拍问题，以及如何保护艺人的利益。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和艺人的工作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次事件的影响不仅在于杨紫个人，也体现出了整个艺人群体与代拍之间的矛盾。艺人们对代拍的抵制和不满，反映了一个行业的困扰和问题。同时，艺人与代拍之间矛盾的产生也凸显了一些社会背景和制度缺失。这一事件给我们提供了思考与启示，我们需要正视代拍问题，找到解决途径，以维护艺人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利益。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杨紫事件揭示出艺人与代拍之间的矛盾。虽然代拍现象不仅存在于娱乐圈，
也涉及到其他行业和领域。然而，艺人们常常成为最受伤害的一方。对于艺人来说，代拍既是机遇，也是困扰。如何正确面对代拍，保护好自身权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